男人先掏出搪塞进孩子嘴里，接着一把将自己孩子捂死，而妻子却在一旁打理着头发。紧接着两人默默对视一眼，男人又一刀了解了妻子的生命，最后自己切腹自尽。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弟弟亲眼目睹，弟弟也紧随其后上吊自杀。不仅如此，这里所有的女人都集体自杀，这是近代中国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幕。他们是台湾的赛德克人，过着原始的部落生活。虽然没有现代文明的发达，但他们过得十分惬意。随着清政府在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，这个部落就被沦为了日军的资源地。在日本人眼里，赛德克人是一群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低蠢物种。但是随着日军队踏上这片土地，部落也在为保护家园做着殊死搏斗。面对日本人的精良部队，他们的抵抗显得以卵击石，无数赛德克战士死在日军枪下，反抗者全部遭到日军屠杀。不久，日军就控制了整个台湾，赛德克人自然沦为了日本人的奴隶。这里的医院、学校、邮局等现代化设施拔地而起，原本荒蛮的雾社，如今看似变成了一片文明景象。这里的赛德克人干着最下等的工作，男人每天为日军上山伐木，而女人们沦为日本主妇的奴隶，在卑躬屈膝中忍受羞辱和谩骂。他们的孩子同样接受着日本教育。在这样的统治下，赛德克部分年轻人成了半个日本人，这一统治就是35年。可即便如此，对于赛德克人来说，猎场依旧是他们的尊严。这天，两个部落正在争夺猎场归属权，突然一个日本小孩上前嘲讽，表示他们再怎么争，最终都是日本人的猎场。这句话让赛德克人有种莫名的凄凉。争夺几十年的两个部落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家已经换主人了。两个部落间的争夺就这么不欢而散。没过几天，部落里有人结婚，所有人都在歌载舞前来庆祝。这时，一个日本倭人走了过来，虽然族人都看不惯他，可今天是喜事。性格豪爽的新郎上前敬酒，不巧推搡中酒洒在了日本人身上，他直接暴跳如雷，拿起棍子对着新郎一顿打，仿佛赛德克人是他圈养的畜生一般。而族人们压抑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，将所有怒火全都发泄在这个日本人身上。打红眼的赛德克人拿刀想杀他，这时族长莫萨出来拦住。等日本人走后，莫萨眼神坚毅地痛斥这些年轻人。其实他并不是害怕日本人，而是在寻找一个反抗的时机。这些年，莫萨一直在悄悄收集火药，等有了足够多的火药，倒是开战也不迟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莫萨带着补品亲自向日本人登门道歉。谁知那人不但不接受，反倒将此事上报给了总部，甚至放话要屠杀整个部落。话都说到这种地步，无路可退的莫萨只好将计划提前。部落里的族人都势头高涨，全都抱着必死决心加入反抗队伍。明日便是日军组织的运动会，这将是他们的绝佳机会。男人一刀砍下日本人头颅，接着捡起来就朝深山里跑去。日军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藏在草丛里的赛德克人瞬间将他们拖进草里，日本兵瞬间就被团灭。这一刻，赛德克人35年的愤怒终于得以释放，他们冲进会场，对日军进行疯狂斩杀，只要是日本人，他们一个都不放过。平日里那些嚣张跋扈的日军，此时就像待宰的牛羊疯狂逃窜。紧接着，赛德克人冲进军火库，将里面的枪全部搬走，他们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。很快，这里的日军被屠杀殆尽，但仍是有一个漏网之鱼。那名日本士兵逃了出去，他将部落暴乱的消息带到总部，总部立刻调派兵力前来围攻。没多久，日军的轰炸机如约而至，大批部队也随即到达部落。但他们来到这里时，赛德克人像销声灭迹了一般，部落里只剩下满地的日本人尸体。原来莫萨早就预料到这是一场恶战，他提前将族人全部转移到丛林里，但是食物短缺成了他们最致命的问题。女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她们纷纷将粮食留给男人，自己则转身朝大山深处走去。他们为了不拖累男人们和日军战斗，选择永远留在这片土地。此刻的赛德克女人绝对不输男人们的勇气，他们将布条绑在树上，没有布条就随便找根藤条。虽然他们在日本的教育下长大，但身体里依旧流淌着赛德克人的血，他们为此感到无比荣耀。这时，男人掏出一颗糖，塞进了年幼孩子的嘴里，而妻子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，她也想把最美的一面留给丈夫。夫妻俩相对而坐，流泪告别，各自终结一生。而部落男人们的表现也没有让女人失望，他们将前来搜寻的侦察部队引到了提前埋伏好的陷阱。日军再次见识到了野蛮，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赛德克人，日军根本没有还手余地。族人利用对丛林的熟悉，对前来追剿的日军造成不小伤亡。一时间，日军被打得节节败退。总部得知战果后，气得要吐血。他没想到区区200个小野人，竟然将几千名装备精良的日军耍得团团转。日军为了尽早结束战争，他们开始动用可恶的糜烂性毒气弹，这让赤手空拳的赛德克人毫无还手之力。他们纷纷感染病毒，有些孩子已经面目全非，母亲只能忍痛将他们杀死。另一边的日军增援部队进驻部落后，总司令亲自坐镇指挥。不过在他眼里，赛德克人只是一群野蛮的动物罢了。
于是立即下令雨停滞后展开围攻。与此同时，狡诈的日军又利用莫萨与另一个部落的仇怨，直接来了一个借刀杀人。在仇恨与金钱的双重驱使下，这一招果然奏效，莫萨的人很快就被另一个部落围剿。然而这种自相残杀的场面让很多人身心疲惫，他们迫切地想要结束战争，想要参与同日本人的决战。族长再次带领赛德克人准备对日军进行反攻，决战之日就此来临。一个男孩迅速闪过日军阵地，小队见状立马追了上去。随着族长的一声枪响，无数子弹向着日军倾泻而下，小队直接进入族人布下的陷阱。原来男孩只是一个诱饵，顷刻间日军被打得七零八散。同时丛林里的枪声也引起了日军营地的注意，丛林外架起足以覆盖这片区域的迫击炮，而刚才进入丛林的日本小队只是为了找出赛德克人位置的诱饵，他们不管自己的士兵死活，成千上万颗炮弹朝着丛林飞去，顿时整个丛林被炮火覆盖，燃起熊熊大火。不仅是赛德克人惨遭炮轰，就连那些被当作诱饵的日本人也未能幸免。赛德克人是为守护家园而战，而他们只是统治者的炮灰。一阵轰炸下来，日军看着面前的丛林如此平静，他们认为不会再有幸存者。正当士兵要向总部汇报战果之际，赛德克人突然顶着大火冲出来，他们再次把日军打得措手不及。只有100余人的赛德克人把武器精良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。他们并不想要战争，他们所做的一切牺牲不过是为了赶走侵略者，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罢了。随后日军被逼上吊桥上，此时莫萨与日军总指挥相逢，但日军后援部队早已架起大炮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赛德克人都没有退缩，他们宁可战死，也不愿沦为没有灵魂的奴隶。几天后，大山深处的赛德克巴莱一族只剩下最后6个人。日军投下漫天的劝降书，族长莫萨知道一切都结束了，他对剩下的族人说：“你们可以选择投降或是自杀，但宁死不屈的赛德克人怎么可能任由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他们最终全部吊死在山林，60天以全部阵亡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斗。”电影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如果你的文明让我卑躬屈膝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野蛮的骄傲。”这是真实发生的雾社事件，它以一种向天而训、向死而歌的壮烈，让敌人见识到什么叫民族气节，什么叫野蛮的骄傲。当文明被逼到一定程度，它会比野蛮更加残酷。文明就像是一层薄纱，包裹着野性。当你直视那种赤裸裸的野性和残忍时，总会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。但是这些赛德克人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野蛮，这种野蛮很丑陋也很震撼，他们从不回避。如果文明意味着被奴役、被驯服，那么野蛮就没有理由不为之骄傲。